什么吵？速度慢得像个乌龟一样，就这么点存货，元始天尊那个老阴逼过来偷袭怎么办呢？老大，你只是个金仙呐！我少还有3粒金仙、大罗金仙、元圣，最后才是1粒巅峰的圣人。圣人都偷袭你的必要吗？而且你的火力，这复活都能打穿3次了。你懂个屁！我有长生系统，活得越久越强。我穿越过来，深知封神大劫将至，元始和西方教那2个死不要脸的，马上就要算计我截教。我虽已修炼至大罗金仙境界，但谨慎起见，世人只知我是个小小金仙，这样就没人会注意到我这个小卡拉蜜。为了截教不灭，就这么点东西还是远远不够的。继续加练，谁敢停手？今晚就吃鲲鹏烧烤和猴脑刺身。徒儿们，为师此次紫霄宫议事归来，心情甚好，这便回宫讨教一下你们大师兄周元的功课。大师兄，师尊，大师兄那个胆小鬼，在龟壳里躲了几千年了吧？那是稳健，虽然是有点太稳健了。走。哎呀！哎呀！师尊，师尊，不，无妨无妨。这逆徒他竟然启用了护岛大阵，哼，区护岛阵法。你本座，检测到高能打击，第1层3才杀阵破裂，正在启动第2层至第9999层绝户连锁杀阵，核弹神雷准备就绪。9999层，这逆徒他是把红军道祖的家底儿搬来当防御了吗？师尊，这您还能解得开吗？这他妈怎么解呀？暴力破除会把这金鳌岛炸没的。逆徒，周元，快把你这该死的乌龟壳给我打开！封神榜已签，截教那群披毛戴角之辈，注定要填这榜单。元始道兄，通天性格刚烈，若直接动手，恐引他拼命。倒不如先杀他最疼爱之人，乱其心智。你是说截教首徒周元？那个废物，听说他入门万年，至今不敢出金鳌岛半步，修为不过金仙，胆小如鼠。正是因为他弱，才好杀；正是因为他胆小，通天对他才最是护短。只要宰了这个废物点心，通天必疯。届时，我们3圣联手，正是覆灭截教的最佳时机。妙，实在是妙！杀鸡焉用牛刀，派个太乙金仙过去，就能将其碾成粉末。周元啊，周元，必死！混账东西！我是你师傅，快把门打开！警告，声纹匹配度99%，但现在的妖魔诡计多端，善于伪装，请进行第2次身份验证，请回答保密问题。哎呀，洪荒世界谁最帅？本座首徒周元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师尊的私房钱藏在哪儿啊？在碧游宫牌匾后面的老鼠洞里。回答超时。且声音太小，判定为心虚。启动9天雷火，准备覆盖大计。哎呀，在牌匾后面，我还偷了你大师伯的太极图当坐垫呢！快把门打开！安全通道已开启，
请有序入内。弥陀！大师兄，师妹们，洪荒路滑，人心复杂，师兄给你们准备了一点装备防身啊！哇，这么多！大师兄，这簪子好漂亮啊！轻拿轻放，这是混元一气太清神雷簪，里面压缩了9981道紫霄神雷，一旦遇到大罗金仙级的攻击，它就会自动引爆，方圆万里寸草不生。哎，大师兄，那这个呢？啊，这个是先天不灭灵光帕，它的防御性能无敌，但是我嫌它被动挨打太过于窝囊，所以呢，我在上面涂满了万毒噬魂散，只要有人摸你的脸，准胜之下，元神当场化为脓水。送给你。大师兄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收。收下它。像这种量产的破烂儿，我给咱们截教每一位弟子都发了一套，就连门口扫地的水火童子手中的扫把都是后天功德制品，每人一套。徒儿，其实为师这次回来是有件事。你20波元始天尊邀请我去玉虚宫论道，他点名也让你去。不去不去，20波阴险狡诈，那阐教更是龙潭虎穴。我近日偶感风寒，修炼又走火入魔，那总之我就是病入膏肓了，我得卧床休息个3万年。切，就知道你这德行，所以啊，我还是替你去了。嘿嘿，师尊英明。但是我答应了他，让阐教弟子他们来我们金鳌岛交流学习。什么？哎呀，你莫慌嘛，徒儿，正好今日为师要去紫霄宫请道，需要离开一阵子，这金鳌岛交给你了。啊，你是大师兄，为师谢你。师尊，你别走啊，我社恐。妈的，来者不善啊！那既然来了，就别想竖着给我走出去。此次前去金鳌岛，名义上是交流，实则是立威。师尊，您放心，截教那群不学无术的乌合之众，弟子我一只手就能镇压呀！记住，重点是那个周元。此子虽乃截教首徒，却胆小如鼠，修为孱弱，通天不在，正是除掉他的好机会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擂台上制造意外，让他身亡。谁要是能杀了他，这件先天灵宝翻天印就是谁的。哦，弟子领命，必斩残辽。哎呀，还有3秒钟，狗在洪荒1万年，终于要熬出头了。3、2、1，恭喜宿主存活满1万年，神级长生系统结算中，暴击奖励已发放。奖励1：盘古大神半生法则，励志法则完整版，一力破万法。奖励2：九转玄功第9转，肉身成圣，万劫不灭。这就是励志法则。虽然我表面修为压制在金仙，但凭借这肉身和法则，就算是元始天尊那个老阴逼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也能跟他比一比谁的力气更大。都给我挖深点啊！把这些混沌虚空崩面雷
都给我好好的埋进去。是，大师兄，这是咱们自家擂台，埋这个干嘛呀？防患于未然，万一阐教的人他们输不起，想要自爆怎么办？这些地雷刚好能把爆炸范围转移到混沌虚空，保护花花草草。是。这里，给我放3000座先天困神锁。是，大师兄。这里加装1万层绝对防御反伤护盾。是，大师兄。阐教12金仙个个阴险，我必须预判他们的预判。这一波，我要让金鳌岛变成铜墙铁壁，一只蚊子飞进来都得先验一下 DNA。李斯，明日就是交流大会，你是生面孔，去给那周元一点惊喜瞧上一瞧。师兄，那可是截教首徒，我只是个小小的天仙呐，上面还有真仙、玄仙、金仙、大罗金仙、太乙金仙，据说那周元可是金仙修为。蠢货！就是因为你弱，他才不会对你有什么防备。这是师尊赐下的灭灵透骨钉，内含大罗金仙的全力一击。哦，大罗金仙，那是自然。周元只是小小的金仙而已，而大罗金仙早已超脱时空，万法不灭。到时候用这符箓对上他，就像用泰山去压蚂蚁，这周元呐，必定身死道消，且神魂俱灭。有了此宝，我有信心干掉他。去吧，去挑衅他，激怒他，然后送他上路。刚进门就锁定我，全身上下藏了3张爆破符，2把荼毒匕首，手里还握着大罗金仙级别的灭灵透骨钉。阐教这帮人还挺重礼节啊。这就是中原，毫无防备。广成子师兄说的对，这破天的富贵是我的了。我这可让人刹不住了。演技浮夸可零粉，启动绝对防御。哪来的莽夫，敢撞我大师兄？挡我路者，都给我去死吧！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可是大罗金仙的一击啊！难道广成子师兄骗我？还是我自己在做梦？怎么连个响声都没有？喂，你刚才在干嘛？你是在编戏法吗？我还以为你要出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招呢，结果就这，区区一个天仙，还学人家出来碰瓷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你作弊！那可是大罗金。大什么罗？你连我的手帕你都吹不动，还大罗呢？我看你是个大萝卜吧。哎，本来想看看这个灭灵透骨钉成色如何，结果连师妹的防尘护盾都没破。阐教的法宝质量堪忧啊，不过这逼全让师妹装了，我这大师兄呢，正好美美的隐身。这不可能啊！这可是灭灵透骨钉，蕴含大罗金仙全力一击，哪怕是后天的极品灵宝，也会被大个对穿才对呀！师兄，刚才连个响声都没有，那2条黑龙就这么没了？这肯定是通天教主的手笔，这老匹夫啊，可真是下血本。这帕子定是圣人劣质的护身至宝，蕴含准圣的全力一击，所以才会轻易的磨灭大罗金仙的全力攻击呀！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截教哪来这么强的底蕴呢？这种至宝炼制极难，通天肯定只给了他最心爱的女徒弟云霄放生。
对，像这样的至宝肯定是用一次少一次。我敢肯定，周元这个废物一定是没有的。你看，周元这小子躲在女人身后的样子，真是丢圣人门徒的脸呢。师兄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暗的不行，那咱们就来明的。交流大会马上就要开始，我会安排黄龙师弟直接向周元发起论道挑战，当着众人的面，我看他还怎么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，大罗是假的，我也是假的。喂，你个碰瓷儿的，别在那装疯卖傻了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小心本姑娘拿出金箍剪，把你给咔嚓了！师妹，刚才那道强光太可怕了，要是没有你在，师兄这180斤，今天啊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师兄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师兄，你这手帕质量可真好哎！刚才我霍的一下，我还以为是在拍苍蝇呢。可能是运气好，又或者是那家伙可能买到的假冒伪劣符箓。废话，那可是先天不灭灵光帕，那个什么钉子，在他面前给他挠痒痒都不配。不过阐教那些老阴货肯定还在憋坏水，看来还得再多布置100层后手才稳妥。今日阐解两教弟子交流论道，比赛第2，议第1。慢着，多宝师弟，像这样的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？既然是两教交流，自然是要最强的弟子出战呐。听说周元师兄乃是通天师叔的首徒，修炼万年，深得真传。我师弟黄龙想向周元师兄请教几招。黄龙真人那可是阐教12金仙之一，大罗金仙修为。大师兄虽然是截教首徒，但听说只是金仙修为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周元，可敢上来与我一战？若是怕了，就当众磕3个响头，承认你们截教不如我们阐教。喂，你个四脚蛇，瞅你那虚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软脚虾呢。就你还想挑战我大师兄？妹妹不得无礼。黄龙师兄虽然虚不受补，长得也丑，可他年纪大呀，我们要尊老爱幼。就是，大师兄要是赢了他，别人会说我们截教欺负残障人士。就是，妈的，气煞我也！3个黄毛丫头竟敢如此辱我！黄师弟，稍安勿躁，这是激将法。记住师尊给咱们的任务是斩杀周元，周元才是。师兄，这若是能忍，我黄龙还修什么道？今日不把这3个丫头的雅意颗颗拔下来，我誓不为龙！既然想替周元那个废物出头，那就一起上来领死吧！我先废了你们仨，再杀周元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火气真大呀！那既然师弟非要找死，那我这个当师兄的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成全你吧。黄龙道人虽然只是一个大罗金仙，但为了防止意外，我已经在他脚下埋了3000颗混沌虚空崩灭雷，擂台四周布了10绝灭灵阵，再加上我身上的10张盘古真灵面试录，一张可比拟准圣全力一击，只要他敢对我动一根手指头，我就能让他瞬间灰飞烟灭。那既然师弟这么想切磋，那我就……大师兄，您乃截教首徒，身份尊贵，对于这种狂吠的疯狗，何须您亲自出战？这一战，我替大师兄接下了。本来还想试试这个盘古真灵灭尸录的威力来着，那既然师妹这么积极，那我就……
师妹加油！打赢了师兄请你吃麻辣烫。师姐加油！加油！截教云霄，领教黄龙师兄高招。哼，这丫头虽然也是大罗，但气息虚浮，又是通天用丹药堆出来的。师尊临行前赐我的先天灵宝缚龙锁，专克万物生灵，哪怕是大罗金仙被此物缠着，也得束手就擒。云霄，那就莫怪师兄辣手摧花了。先天灵宝，黄龙竟有这等宝物！这一击足以秒杀一切刚入大罗金仙的修士。云霄，你输定了！缚龙锁，云霄师姐小心！警告！检测到大罗级高能打击，防御机制激活，混元一气太清神雷丹全功率引爆！这是圣人一击啊！哎呀，通天，你个老疯子，你到底给了三霄多少保命底牌？这法簪都蕴含圣人全力一击。我还没出手呢。哼，这黄龙道人也太弱了！我这发簪可是批量生产，像这样的簪子，仓库里还有100多只，阐教的人可得争点气。来人，把黄龙抬下来！大师姐威武，这发簪也太厉害了吧！师兄，我也要！哎，别急，回去一人一箱换给他。就知道大师兄对我们最好了。该死！陛下有那块手帕，云霄有这根法簪，威力都堪比圣人。这定是通天师叔给他们的保命底牌。这三霄虽然修为尚浅，但拿着这种大杀器，就算是我对上，也要费一番手脚，甚至可能阴沟里翻船。但是周元不一样，他只有金仙修为，就算通天偏心给了他法宝，以他的法力也根本催动不了几成实力呀！哎，太乙师弟啊，你上，我去呀！太乙师弟，黄龙虽败，但是他蠢，你可不一样啊！你有九龙神火罩啊，那可是先天的极品灵宝。哎，待会儿上台，别管周元用什么手段，直接祭出九龙神火罩，用三昧真火炼死周元，别让他有任何喘息和逃生的机会。师兄，我早就看那个周元不爽了，今日定让他化为灰烬。嘿嘿。可是师兄，万一这周元当成这缩头乌龟，他派他3个师妹出战，他们3个人手里的法宝可太邪门了。不，他一定会出战的。为何？我会当面质疑他截教首徒的资格，质疑通天师叔的眼光。如若他还是不出战，定会身败名裂，连带整个截教，甚至通天师叔都成为整个洪荒的笑柄。师兄英明啊！周元师兄，虽然刚才的确是云霄师妹胜了，可是你作为截教首徒，享受圣人教诲，如今却只能在女人身后苟且偷生，你这样子对得起通天师叔的栽培吗？今日我师弟太乙真人向你挑战，若是你还不敢应战，就请你当着众人的面卸下截教首徒之位，滚出金鳌岛！广成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太乙真人那可是大罗金仙巅峰，离准圣只差半步之遥。你让我大师兄一个金仙去跟他打，你还讲不讲理？大师兄，不可，这是激将法。太乙真人有元始天尊赐下的顶级灵宝九龙神火罩，内含3味真火，沾之必死，元神俱灭啊！大师兄，你别听他的，咱们回洞府去，等师尊回来主持公道。大师兄，三思，你不能去。太乙真人，大罗金仙巅峰，擅长火系神通法宝九龙神火罩宿主，拥有鸿蒙不灭金身，
物理伤害免疫99.99%，混沌中先天至宝，镇压尸骸万法不侵，是神枪先天至宝，拥有圣人全力一击。综上评估，太乙真人危险程度0.0001%。师妹们，你们放心吧，交给师兄。广成子师弟说的对，我是截教首徒啊。既然太乙师弟想跟咱们玩，那我这个做师兄的，哪怕拼了这条命，也不能让他们阐教看不起咱们截教。大师兄，死！大师兄小心，是偷袭！太乙，你无耻，卑鄙！快去救师兄啊！周元，你就好好享受这魂飞魄散的感觉吧！幸亏我出门前在道袍里贴了100张先天玄冰避火符，又在皮肤表面涂了3层9天息壤防晒霜，还吞了1颗万年寒水定心丹。这3昧真火要是再烧个100年，说不定真能把我的眉毛烧焦一个。我的九龙神火罩啊！这可是先天顶级灵宝，一个小小极限怎么会没事啊？这道袍看似普通，但刚才那一瞬间流转的宝光，绝对是极品先天防御灵宝，不，甚至可能是通天师叔赐下的一次性替死圣衣。这不可能！金仙怎么可能扛得住3昧真火？这不科学呀！师兄，我们不是中了幻术？这3昧真火是假的吧？太乙师弟，他法宝肯定是一次性的，现在已经是个空壳子了，赶紧趁现在全力把他拿下！广成子，你臭不要脸！明明是你们法宝不行，还赖我们装备太好。就是，我们截教就是家底厚，怎么的？气死你！周元，这肯定是一次性的先天之宝，你为了赢我，居然用了这么好的宝贝，你简直就是无耻！哼，有，我没听错吧？太乙真人，你堂堂大罗金仙巅峰，偷袭我师兄在先，现在还有脸骂我师兄无耻？说什么你？好，周元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是你逼我的，万灵绝灭尘！师兄，不好，太乙疯了，这是要同归于尽！大师兄，快闪开！他拼命了，这一击就算是真正的大罗金仙也得陨落。周元，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底牌？哎，非要逼我这人最怕脏了。这血呼啦的玩意儿，要是溅到我新做的先天灵蚕丝内裤上，很难洗啊。检测到高能污秽，启动先天净视白莲，自动净化。我的精血！不好，阵频太高，触发了混沌虚空轰灭雷的感应装置。别爆炸了，快跑啊！不好，快放音！没想到这混沌虚空崩灭雷威力这么大，大罗金仙都顶不住。下次可以少放点炸药，把数量都堆上去。
那里也埋了500张太清镇灵符和一座微型困仙锁魂阵，防止他自爆伤及花花草草，应该万无一失。太乙师弟，落地姿势很帅嘛，不过下次要记得开飞行模式啊，别硬着陆，容易把腰伤到。大师兄威武！大师兄无敌！大师兄威武！大师兄无敌！谁说我大师兄是飞舞的？站出来！就是，这叫深藏不露。哎呦呦，广成子师兄，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说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呢？结果就这。好一个截教首徒！今日之耻，我阐教见下了！呀！广成子师兄，消气，今日论道本就是为了两教的友好交流，如今太乙师弟身体抱恙，刚好擂台也毁了，不如就此作罢。作罢？你截教伤我2名金仙，毁我师弟法宝，轻飘飘的一句作罢就想了结是吗？师兄，此言差矣，刀剑无眼，切磋嘛，有点磕磕碰碰正常的，并且我师兄也只是为了自保，是太乙师弟先偷袭。若是师兄真要打，多宝虽不才，也愿意领教一下师兄翻天印的高招。只是今日若真是动手，毁了两教的情谊，师兄回去怕是不太好跟元始师伯交代了。该死！今日局势已去，多宝实力与我伯仲之间，再加上那邪门的周元和三霄，也不知道通天那老家伙还有多少子牌。真打起来了，我们也讨不到半点便宜。好，多宝师弟说的对，既然这擂台已毁，那就就此作罢。周元，今日算你运气好，只不过封神大劫将至，你我的账慢慢的算。带上太乙和黄龙，我们走。看来这梁子是彻底结下了。师兄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刚才广成子临走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眼神当中充满了70%的杀意和20%的不甘，还有10%的算计。根据《洪荒生存指南》第998条来看，被大罗金仙巅峰记恨，必须启动1级戒备。看来得把护岛大阵再加固1万层，顺便再把刚才没有用上的因果律反噬咒给广成子安排上，每天早晚各念1遍，祝他早日走火入魔。今天真是太解气了，大姐，你都没看到太乙真人那个黑炭脸，真是笑死我了。多亏了大师兄的法宝，否则今日恐怕难以善了。对，大师兄最厉害了。哼，笑，还有心思笑？你们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啊？大师兄，我们不是赢了吗？赢个屁，那叫险胜，也就是太乙真人轻敌了。要是他上来就自爆，或者广成子突然拿翻天印偷袭呢？你们现在早就凉透了。你们给我记住啊，阐教的人他心都脏，他们最擅长的呢，就是打闷棍、套白狼和背后捅刀子。为了防止你们以后背阴，师兄马上又给你们炼制出针对性防御法宝。什么？这个眼镜好漂亮啊！这个叫先天破妄透视镜，戴上它，任何伪装、隐身、变化之术都能无所遁形了。就算是阐教的人变成一只蚊子盯你，你也能一眼看出它的功能。这么神奇啊！那我可要试它一试。大姐，我好看吗？好看。大师兄，这镜子怎么连衣服都能透视啊？这个是为了防止敌人把暗器藏在裤裆里呢。这个是属于必要战术透视。
还有这个叫因果律自动锁敌板砖，只要有人在背后念你们的名字，或者对你们产生杀意，这个板砖就会自动的飞出去，100%命中敌方的脑门，打得连他妈都不认识他。大师兄，这会不会太暴力了？错，大错特错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你们自己的残忍。这个混元遮天避劫伞，遇到强敌对手时，可以把它撑开，可以瞬间屏蔽天机，方便跑路。师妹们，你们要记住，活着它才是硬道理。这些东西你们务必一定要随身携带，睡觉都不能摘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嘿呀，这周元要是不死，我这心怎么安得下呀？大师兄，这人邪门的很，我们要不先回昆仑山，从长再议。回去！要是让师尊知道咱们连一个小小的金仙都打不过，有什么脸面对阐教众仙呢？而且我现在敢断定，这周元的圣人底牌已经全部都用完了，现在的他肯定是一个纸老虎，现在正是杀他的好时机呀！那个是……巨流孙师弟，你擅长地形之术，精通隐匿暗杀，还有捆仙绳这样的至宝在身上，我要你留下来。我？你大师兄，这金鳌岛有护岛大阵，我这地形之术虽然厉害，我也钻不进去啊！哎呀，怕什么呀？此乃师尊赐下的破镜穿云符，可以无视一切圣人级以下的阵法和禁制。到时候你拿着它偷偷的潜进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那周元，万一还有什么保命手段呢？这是绝灵噬魂笔，先天至宝，上面淬了从幽冥血海提炼的万毒之源，哪怕是划破一点点皮，大罗金仙也会立刻生死道消，元神化为脓水。拿着，你拿着它，到时候遇到周元，不要和他啰嗦，直接用你的捆仙绳把他捆起来，然后用着匕首直插他的心窝子。那这匕首？好，事成之后，这匕首就给你，而且我也会在师尊面前为你请手。好，富贵险中求，大师兄放心，定让那周元死不瞑目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金鳌岛外的落魂坡等你，到时候你一旦得手，立刻远遁，我们来接应你回昆仑。周元啊，周元，你以为躲在金鳌岛内就安全了吗？今晚就是你的死期！恭喜宿主，盘古励志法则领悟度已达99%，大成，修为突破至大罗金仙巅峰。这就是大罗金仙的巅峰力量吗？加上我这肉身法则，我现在应该能跟准圣比划比划。不行啊，不能飘。这准圣手段莫测，尤其是那些老牌准圣，这手里一定会有一些压箱底的绝活。我这道行微末，还得继续努力。警告！检测到不明生物入侵，对方使用了高级破镜手段，已绕过外围第1层至第3000层防御阵法，正在接近核心区域。有人入侵？
什么接枪手徒，什么护岛大阵，在我破镜穿云符面前，不过是纸糊的罢了。周元，爷爷待会儿就用这绝灵噬魂笔给你放放血，就洗干净脖子，等死吧！穿过这片竹林，就是周元的核心道场了。向上人头就是我的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地形术失效了！检测到非法入侵，启动先天强力战术版。战术版？我是土行孙的师傅，不是老鼠！给我看！区竹叶阵也想困我？夺捆先绳！就这？物理攻击无效，切换生化模式，启动万年臭鼬毒气弹。这什么这么吵？我的鼻子，我的眼睛！周元，你不讲武德，竟然有生化武器！天无绝人之路！恭喜触发隐藏陷阱先天黑狗血！恭喜触发隐藏陷阱先天黑狗血，附带门运缠身 buff， 持续300年。周元，我和你没完！周元，我和你没完！哎呀，这不是阐教的去留孙师弟吗？您这大晚上不睡觉，来我们竹林里洗黑狗血澡啊？周元，你不是人，你是个变态！呀！我的法力怎么没有了？这黑狗血有毒！师兄，这真的是12金仙之一吗？这太臭了，怎么像掉进粪坑的土拨鼠一样？大师兄，你看他手上。绝灵噬魂笔，后天至宝，淬有万毒之源，专破元神。看来这广成子师弟不仅想杀我，还想让我魂飞魄散了。太无耻了！白天打不过，晚上就派人来暗杀，这还是圣人门徒吗？简直比妖魔还要下作！好啊，还敢暗杀！师兄，咱就别跟他废话了，这种人留下也是祸害，让我直接一剪刀！咔嚓！别杀我！我是被逼的，是广成子逼我的。杀了他，那太便宜他了。而且呢，杀了他，广成子这个老狐狸必定会反咬咱们，说咱们残害同族师兄弟。那师兄的意思是，把他吊在金鳌岛的大堤上，挂上牌子，就写阐教金仙夜袭截教，被擒拿示众。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，等师尊明早回来的时候，这笔账好好跟元始师伯算一算。
此次紫霄宫一行，虽然二师兄与那个西方两秃驴有些聒噪，但老师并未偏帮。这封神榜上各凭本事便好。如今我截教万仙来朝，气运正浓，何惧之有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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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哪儿处飘来的恶臭？竟然连本座的圣人法体都感到一丝不适。啊！何方妖孽，竟敢误我金鳌岛山门！恭迎师尊回宫！恭迎师尊回宫！多宝，这什么逼玩意儿？偏哥处理一下，这是有辱我截教门楣。回禀师尊，此乃阐教12金仙之一巨留孙师弟呀。谁？巨留孙？啊，元始的徒弟。嗯，他怎么变成这副德行了？师尊有所不知，昨夜巨留孙师弟手持破镜穿云符和绝灵噬魂笔，偷偷潜入我岛，意图刺杀大师兄周元。幸好啊，大师兄为人稳健，在道场略施小手段，就将巨留孙当场擒获。但因事关重大，不敢擅专，故高悬于此，等师尊回来定夺。好你个阐教啊！明面上派人来挑战，暗地里搞这些下三滥的暗杀勾当。哼，竟然连这个破剑符都刺下来了，这不是不把我通天放眼里吗？师叔饶命！我是被逼的，是考车子。谁逼的你？你拿着绝户的毒匕首，还说被逼的？若非我徒弟有些手段，那昨晚就横尸金鳌岛了。哼，你这破阐教金仙的无耻玩意儿，留你何用？真灵上榜，便宜你！哼，师尊威武！师尊威武！周元的破泥土，孩子受惊了吧？大师兄正在给护岛大阵增加10万层防御大阵。他说担心元始天村的狗贼狗急跳墙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元始老儿，哼，既然你做出1，那本座就可以做15。刀宝，传令万仙，杀上昆仑！是。杀向昆仑，踏平玉虚！杀向昆仑，踏平玉虚！杀向昆仑，踏平玉虚！师尊且慢！周元，你在哪儿啊？别装神弄鬼的，给老夫滚出来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本座让你出来议事，你裹得跟粽子似的，成何体统？师尊，快来！这外面太危险了，弟子法力低弱，不得不防啊！你少废话，赶紧收拾收拾，跟本尊去昆仑山干架！师尊，万万不可！这是圈套，天大的圈套啊！什么圈套啊？元始老儿他暗杀你在先，为父为师替你去讨个公道，天经地义。师尊，您糊涂啊！您想啊，元始天尊是什么人啊？他可是洪荒第一老阴逼，他能不知道派巨留孙过来送死会激怒您呢？他就是想引诱你去昆仑山。引诱我又如何呢？本座诛仙剑在手，单打独斗，我怕谁呀？师尊，您是能打，
可架不住人家不讲武德呀。您看，这昆仑山是阐教大本营，里面布置了玉虚宫护山大阵，兴许啊还有这个盘古幡，还会有这个太上老君的太极图在暗中埋伏着呢。这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啊？这个接引和准提两个老阴逼和元始天尊里应外合，狼狈为奸，兴许现在就在昆仑山某一个犄角旮旯，拿着板砖等着你送上门来呢。西方二圣焉敢插手东方之事？哎呀，怎么不敢啊？这两货早就想来东方，来打秋风了。师尊，如果您现在去了，就是以一敌四啊！元始天尊从正面硬刚，太上老君从背后搞偷袭，接引负责控制，准提敲门棍。哎呀，师尊，您这双拳他难敌8手啊！哎呀，到时候诛仙4剑被抢，咱们截教外仙被包饺子，那画面简直是惨不忍睹啊！弟子想都不敢想。这师尊啊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咱们要做就得做最坏的打算。没错。师尊您看，哎呀，您看，当年红云老祖就是因为太过于老实，结果呢，出门没带复活甲，被鲲鹏惨遭偷袭，这人死道散呢。大师兄，复活甲是什么？别插嘴，这日后再说。现在重点是根据大数据分析，如果咱们现在去昆仑山，那咱们面临着4圣联合呀，那胜率只有0.0001%，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啊？哪有那么低呀？为师的诛仙剑阵非4圣不可搏。那万一他们真的凑齐了4圣呢？所以他冲动是魔鬼啊！这么说，我们截教就忍了，让人贴脖子上拉屎啊？忍当然是不能忍的。对呀，咱们截教不可辱。那大师兄的意思是，报仇这件事，咱们要讲究策略，要苟，要稳。大师兄，怎么苟啊？深挖洞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你说人话。哎呀，就是咱们先在金鳌洞布下10万层大阵，把这里呢改造成巨大的铁桶，就算是一只蚊子也别想飞进来。那然后呢？我们就要一直缩在壳里？当然不是啊，然后咱们就在家里骂他。骂他？发通告骂，写大字报骂，用刘颖时循环播放巨留孙的供词，让整个洪荒循环播放，然后把舆论高地占领了。哎，就连标题我都想好了，就叫震惊阐教金仙深夜造访截教南寝，既然是为了也可以叫元始天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还可以叫一把毒匕首背后伦理道德的沦陷。这也行？必须行啊！让他们急，让他们气，让他们道心不稳，等他们气急败坏失去理智，主动来攻打咱们的时候，咱们关门打狗，胜率直接飙到99.9%。哎呀，徒儿啊，没想到你虽然性格怂了点，但是你这脑袋瓜子比为师好使多了呀！就依你啊，传令下去，全体警备啊，开启那个什么10万层大阵。10万层大阵。师尊英明。我是被逼的，是口舌辞修给我的，元始天尊默许的。我也不想拿毒匕首捅人啊！我有罪，阐教才是洪荒最大的黑恶势力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3个大罗金仙，2个手持先天灵宝，1个带着本座赐的破镜符和毒匕首，竟然连人家一根毫毛都没有伤到，还丢了本座的脸！师尊息怒啊！非弟子无能，师尊是那截教实在太诡异了呀！闭嘴！你还有脸说？本座堂堂圣人，
现在成了整个洪荒的笑柄，连西方那俩秃驴都发来传信嘲笑本座。弟子知罪，请师尊责罚。通天，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们想跟我玩舆论战，想把本座架在火上烤，那本座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心狠手辣。传本座法旨，召集阐教所有弟子备战。本座要亲自登上金鳌岛，破了他的无悔壳。我要把传播谣言的抽源碎尸万段。正教师尊息怒。燃灯，你要拦我？非也，贫道只是为掌教分忧啊。如今外界议论纷纷，对我不利。若掌教强行攻打金鳌岛，世人会说掌教是被戳痛了痛处，恼羞成怒啊。那依你之见呢？通天不是号称有教无类，万仙来朝吗？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做上文章，让他们自己乱起来。再过不久便是天庭的蟠桃大会，昊天上帝广巡群仙，截教人多势众，必然会去。截教人生性野蛮，不服管教，我们只需好，此计甚妙。通天，你既然要护短，那本座就让你知道知道，你护的这些畜生是如何毁了你的截教。徒儿，昊天的童子发来请柬，他要我截教众仙去天庭参加蟠桃盛会。依你之见，咱们是去还是不去啊？不去，坚决不能去啊！啊，可是听说蟠桃真的好好吃哎，而且还能看仙女跳舞。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师妹，你想啊，咱们刚把阐教人的面子踩在地上摩擦，元始天尊能咽下这口气？天庭那是昊天的地方，昊天又一直想让咱们截教的人上天去给他当牛做马。到时候万一随便让他们安排一个截教弟子随地大小便，截教女仙衣着暴露、有伤风化的罪名，咱们百口莫辩呐！大师兄言之有理啊，阐教最擅长这种阴损招数，可如果不去，岂不是给了元始天尊口实？到时候说我们目中无人，这不进天庭怎么办？谁说不给面子了？徒儿，你有何妙计？咱们不去天庭，让他来金鳌岛吧。师父，你想啊，咱们截教号称万仙来朝，弟子众多，那天庭多大点破地方啊，就只能装下这么多人。所以呢，为了减轻负担，咱们诚挚的邀请昊天上帝和瑶池金母移驾金鳌岛，而且为了表达诚意，这一次盛会的所有费用，咱们截教全包了啊！徒儿，这有点会不会太败家了呀？师尊，格局打开啊！这个叫做撒币外销，正好让全洪荒的散仙都看看，跟着咱们截教混，那才有肉吃。而且啊，这不仅能化解危机，还能极大的提高咱们截教的声望。好，不就是几件先天灵宝吗？本座给得起。这蟠桃盛会，我们截教接了。教主大气。燃灯，蟠桃会的布置安排的如何了？掌教您放心，贫道已经在瑶池各处安排了眼线，只要截教那帮野蛮人一到，定让他们丑态百出，颜面扫地。掌教老爷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成何体统？昊天上帝那边传来消息，说蟠桃会改地点了。改地点？改到哪儿了？改成金鳌岛了。什么？
通天师叔说截教弟子太多，天庭坐不下，他邀请昊天上帝去金鳌岛举办盛会，而且通天师叔还说为了助兴，他拿出了10颗黄钟礼，100坛万年仙酿，还有3件先天灵宝作为抽奖奖品。现在全洪荒的散仙都疯了，却都往金鳌岛跑了。原本要去天庭的也半路改道了。哼！通天，你个败家又无耻，成何体统？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？师尊，你说咱们还去吗？还去干嘛？去，一定要去！既然他通天敢摆这个阔气，那身为师兄的我，若不去捧场，那岂不叫别人说我们3清不和吗？哼！广成子，弟子在。你带上赤精子、玉鼎、道行天尊，代表本座前去金鳌岛道贺。你把这份贺礼给通天，就说这是师兄我特意给他准备的，祝他截教万仙来朝，永垂不朽。弟子不负师尊重托呀。希望这次咱们还能再试试。今日定要让截教在万仙面前颜面扫地。此乃师尊赐下的万灵血咒幡，还有打狗棒，定会把通天老贼的脸啪啪响。走。行。检测到的高危物品1级警报。赶紧走吧。停，例行检查。最近洪荒感冒肆虐，为了大家的健康，请配合检查。我是禅教首徒来参加盛会，你敢拦我？别说是首徒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安检。师弟，把你手里的东西交出来，检查一下。此乃我师尊赐下的贺礼，岂容你随意触碰啊？啊！检测到高危物品。万灵血咒幡、打狗棒，危险程度高，建议方案原地销毁或无害化处理。哎呀，原来是元始师伯赐下的贺礼啊，那更得郑重对待了。多宝师弟，快启动最高规格的净化物品程序，给师伯的礼物消消毒，去晦气。好，敢！周元，你不要以为耍些嘴皮子你就能赢的。周元，此乃我师尊传下的技术，血染翻天印，以我1000年的修为，引动不周身的冤魂，这一
击，可击碎时空，无视一切防御。周元，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不会是真的打法呀！疯了！这可怎么办呢？这种打法无异于是同归于尽的。不好，我们疯了，真的疯了！同归于尽的打法。我就知道，你们阐教的人喜欢输了就掀桌子。幸亏我预判了你的预判。启动反高空抛物系统第3.0版本，检测到超高能物理打击，启动先天反视力磁场，启动不周山电气综合仪。我的法力呢？我的精确呢？转化率98%，不错，正好可以给护挡大阵充电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既然你送了我这么多能量，那我也给你还个礼啊！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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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兄！周元，交手杀我大师兄！你别含血喷人啊！大家可都看见了，砖头是他自己扔的，也是他自己接的，这分明就是自作自受，哪里是什么暗算？哎，这全程都是录着的啊！你想碰瓷儿啊？我可不答应！你强词夺理！截教欺人太甚，今日之事，我阐教誓不甘休。没错，待我等回去禀明师尊，定要踏平你金鳌岛。好大的口气！你们要踏平金鳌岛？元始老儿纵容你们暗杀我徒弟在先，又在广成子要我圣会在后，怎么着？母亲技不如人，还反咬一口吗？真当我通天是你做的吗？师叔，回去告诉元始老儿，让他不要脸皮，让我截教也没必要再给他面子了。3日后，截教将在金鳌岛摆下半仙大阵，他若有胆的话，尽管带着你们阐教这帮废物决一死战。哎，师尊，我先稍微打断一下。啊，怎么了？师尊，这个“决一死战”这个词儿太过于笼统，容易产生歧义。根据洪荒战争法的规定，咱们应该把话说清楚。师尊的意思是，3日后我们将在金鳌岛开展第1届阐截两教友好交流运动会，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单挑、群殴、阵法、对轰、法宝复杂。入场券呢是你们的项上人头。你们敢来吗？给我等着！走！群废！徒儿，这次多亏了你啊！那师尊过奖了，这些呢不过是防身的小手段吧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开启护岛大阵最高级别，万仙归位，准备迎战！各部门注意了，各部门注意了，这次不是演习，不是演习，把库存所有的核弹和神雷全都给我搬出来，就算是一根草，也得给我武装好的。昊天师弟，瑶池师妹，今日这蟠桃盛会，本来是想给你们天庭撑撑场面的，可谁成想呢，让元始师兄那帮不长眼的徒弟给搅和了，实在是抱歉，抱歉啊！通天师兄言重了，今日见识到截教万仙弟子的风采，尤其是周元师侄的阴毒，哦，不是手段，朕也是大开眼界呀！啊，是自然，我截教虽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
今日这话，我不仅仅是说给阐教听的，也是说给某些有心人听。如今封神2节将至，师尊说过，是非成败各凭本事。但是，若是有人敢在背后搞些小动作，把我截教弟子当软柿子捏，那就休怪本座大手无情。这哪是警告人心，分明是连这一块警告。这通天越来越嚣张了。等大劫将至，到时候元始天尊联合2圣灭你截教，看你怎么狂。现在先让你得意几天。师尊这话虽然听着爽，但还是太拉仇恨了。尤其是昊天是3界之主，实力虽然不怎么样吧，但地位尊崇啊。若他向我截教发难的话，对截教舆论不利啊。我得抽时间找点昊天的黑料，随时准备反击才是。嘿，徒儿，你在那想什么呢？那么入神。哎呀，师尊，刚才弟子在想啊，师尊刚才说的那番话呀，那可真是振聋发聩，霸气无双啊！好，弟子在心中默念，准备刻在石碑上，让截教的弟子每天朗诵，铭记于心呢。好，如此可教也。好一个通天，好一个截教！他怎么敢当着洪荒万仙的面如此羞辱我阐教？在他通天眼里，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兄？还有没有玄门掌药？师尊息怒，是弟子无能，才折了阐教的颜面。大师兄，一群带着先天灵宝，却被一个金仙耍得团团转，翻天印都被别人当球一样踢了回来，本座的脸被你们丢尽了。弟子知罪啊！师尊，弟子知罪啊！师尊，可是这次通天师叔是铁了心向我们撕破脸了呀！他还在金鳌岛摆下了万仙阵，扬言要与我们决一死战。师尊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别人都骑在本座脖子上拉屎了，再这么认怂下去，我阐教还有何面目立足于洪荒？好，既然通天他想打，那本座就陪他打下去。难道弟子在，本座发旨，就请玉虚心中召集阐教所有门人弟子，3日后随本座亲征金鳌岛，破了他那万仙阵，不计截教之人。谨遵师尊法旨，踏平金鳌岛。谨遵师尊法旨，踏平金鳌岛。师妹们，大战在即，作为师兄呢，也没有什么送给你们的，就随便准备了一些土特产。每人10套后天5行混沌甲。哇，每人10套！大师兄，这可是后天灵宝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要。哎呀，贵重什么呀？这个呀，都是之前练废的残次品，防御力也就能扛住准圣的一击。这个师兄当时都想当垃圾给扔掉了。扛住准圣一击叫残次品啊？别废话，赶紧穿上，里面穿3套，外面穿7套。来，
这个9天10地灭神雷，每人100颗。还有这个因果律必中飞刀，每人500把。还有这个盘古开天斧（括弧青春版），每人3把，用来砍柴还是防身都可以的。这真的不行，大师兄，这么多的法宝，若是让师尊知道了，定是要骂我们败家的。琼霄师妹，你怎么能有这么节约的思想啊？就刚才门口扫地的那个师弟啊，我都送他一整套后天至宝级清洁套装，就连他的扫把都是我拿混沌神铁打造而成的。什么？清洁工都有？那是自然啊，我们截教的弟子也不能打贫穷之战啊。如果让阐教看到我们的装备如此的寒酸，那也是在丢师尊的脸，不是？拿着。来，来，哎呦，这大师兄，这么多东西挂在身上，这太重了，我路都走不了了。没事，师兄给你们准备了大力金刚符，只要贴上它，你们就会变得力大无穷，身轻如燕。大师兄，我现在看起来像个傻，哎呀，就是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傻子才是最安全的呀！当敌人们看到你们这个造型，就知道你们脑子里有问题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会放松警惕。师尊，救命啊！大师兄疯了！两位道友既然来了，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通天师弟如今嚣张跋扈，不仅在金鳌岛布下万仙阵羞辱我阐教，这是公然挑衅我天道大事啊！善哉善哉，通天道友此举的确是有违天和，截教弟子良莠不齐，杀戮甚重，若不加以管教，哎呀，这日后定会酿成大祸。只是通天道友手握诛仙4剑，非4圣不可破，如今只有我等3人，恐怕……太上师兄那边不用你们操心，现在的问题是2位道友肯不肯出力？哈哈哈！元始道兄，你也知道西方贫瘠，我等虽身为圣人，也得为门下弟子考虑个出路。此番助拳，因果甚大。只要2位帮我破了万仙阵，覆灭截教，那截教所留下的气运，我阐教只留一半。那另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归你们西方教。而且截教那3000红尘客，只要没上封神榜的，也任由2位道友渡化去西方，我阐教绝不阻拦。哈哈哈！大善，元始道兄果然深明大义，为了顺应天道，我西方教义不容辞。不过，本座还有一个条件。道兄请讲。通天的大弟子必须死。此子虽修为不高，但邪门的很，又是通天的大弟子，屡次坏我大事。他若不死，难解本座的心头之恨。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惊仙，有些旁门左道的手段而已。我等圣人的眼中，不过是蝼蚁罢了。道友放心，贫道最擅长度化这种有缘人，贫道会让他神魂俱灭，连上封神榜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既如此，那咱们一言为定，3日之后同去金鳌岛，灭了截教。来，
送截教上路。恭喜宿主盘古之力法则领悟突破100%，圆满打破桎梏，正得混元道果，修为晋升准圣初期。准圣初期？难道这就是法则圆满的力量吗？虽然还没有圣人言出法随的地步，但对于法则的运用，已经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了。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虽然到了准圣初期，但是在圣人面前还是远远不够看的。我必须要利用现在的法则感悟，把之前小打小闹的手段全都升级一遍。首先是单兵作战装备，先升级符箓，再炼制一些自爆型先天灵宝。护岛大阵也需要升级。这外围加装虚空乱流迷宫，这核心要加装反圣人雷达。这圣人一旦发现，立刻启动流浪金鳌岛计划，直接瞬移混沌深处。虽然这些事还是有点不太稳，但是面对原始老贼的偷袭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来了！通天，3日已到，出来领死吧！哼，还是老二，你这个老匹夫，既然来了，你少废话，有本事就来破阵的！破阵，区旁门左道，也配本座破阵？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的那些误会壳是多么的可笑！完了，这可是顶级先天至宝盘古幡，这怎么打？大师兄，别慌，我在调试参数呢。启动镜面反射系统。师兄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通天，好，很好。众弟子听令，对，所有人马无需留守，全军出击，给本座冲进金鳌岛，破了这误会壳。周元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！杀！既然客人这么热情，咱们也不能丢了礼数。恭喜出发，天天强力战术版！恭喜出发，万年超有毒鸡蛋！什么味道？居然比拘留之地还臭！我天，怎么这么滑呀？恭喜出发，因果律平地摔跤症！
就让你们这些坏蛋尝尝我师兄的手段！你们怎么能？怎么又玩阴的？师尊，救命啊！都给我住手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师尊，这邪教也太无耻了，竟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闭嘴！属你最丢人。通天，这如同世界无赖般的混战，成何体统？既然你摆下万仙阵，那咱们按照规矩来，在阵前摆下擂台，1对1斗决。哎呦喂，师兄，你这是心疼徒弟了吧？刚才怎么不说有好生之德呢？现在吃瘪了，要开始讲规矩了。哎，徒儿啊，这擂台你说咱接还是不接？师尊，万万不可答应啊！为何？师尊，你想啊，阐教12金仙虽然人品不行，但好歹也有元始师伯赐予的先天灵宝，人家是有备而来。咱们就在这个金鳌岛里面，稳赢的局为何要浪呢？浪？徒儿，你这也太……你们截教是真的没人了吗？难道都喜欢躲在阵法里面当缩头乌龟吗？若是怕了，就趁早认输。本座或许可以留你这个徒儿一个全尸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我乃截教，万仙来朝，何惧一战？单挑就单挑！哼，谁怕谁是他娘的孙子！完了，师尊这暴脾气又被拿捏了。嘿，还好，都在我预料之中。这通天果然还是死性不改，一点就着，毫无城府啊！掌教之尊英明，不过这金鳌岛的护岛大阵确实有些诡异呀。不错，刚才那一击，本座虽然未尽全力，但也用了7成法力。若是强攻，就算本座能破阵，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，甚至可能伤及本源。掌教所言极是，贫道观的通天教主对这个大徒弟周元确实是宠爱有加，甚至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啊。那又如何？掌教，这正是咱们的机会呀！若是咱们在擂台上当着通天的面将周元诛杀，通天必会道心大乱，失去理智，到时候他肯定会离开那个阵法。凭掌教至尊的神通和其他几个师叔合力镇压他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好，此计甚妙，杀人诛心呐！太乙，弟子在。你可愿当此战先锋？弟子做梦都想。好，第一场你上。指名挑战周元。好，弟子领命。拿着，这是贫道炼制的燃血爆元丹，吃下去可在1个时辰内强行将修为提升至准圣门槛。虽然事后会虚弱千年，但是杀了那个周元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半步准圣，周元，今日我看你死还是不死！哼！记住，不要给他任何开口和掏法宝的机会。上去直接用最强的神通一击必杀！周元，我要让你粉身碎骨呀！嘿嘿，周元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子今日要与你决一死战！先前你用妖术毁我法宝，
伤我道体，今日我必将你挫骨扬灰，方能解我心头之恨。哎呦，快看看这是谁呀？哦，原来是我大师兄的手下败将。你怎么？你脸洗干净了，就当无事发生了？你什么你啊？我大师兄上一回是让着你，他把你给打死了，没人给元始师伯送终。哎，你倒好，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要脸。你个臭丫头！我告诉你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赶快把周元叫下来，我今天要挑战的人可是他，快去！哼，还想挑战我大师兄？配吗你？看看你那穷酸样，长得像个矮冬瓜，手里拿个破拂尘吓唬谁呢？一个连我都打不过的废物，还想挑战我大师兄？我大师兄那可是截教首徒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闭嘴！我可是阐教12级仙，大罗金仙巅峰，如今已达到了半步准圣的境界。嘿嘿嘿，半步准圣，我看你是半步入土吧？你，我今儿非杀了你不可！气死你！哼！啊！我要杀了你！好一张利嘴！通天就是这么教徒弟的，毫无教养。张教息怒啊！这丫头尖牙利嘴，太乙师之虽服下丹药，可她心态已乱，恐怕乱了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口舌之力毫无用处。太乙，别跟他废话，杀了他，用他的血来洗刷我阐教的耻辱。既然师尊都发话了，我就先杀了这个贱女人，再杀了周元，让这对狗男女一起下地狱。小贱人，既然你着急找死，那我就先送你上路了。嗨，我怕你不成？看钱！告诉你什么是准圣的力量，法则之下皆为蝼蚁，给我去死吧！嘿，准圣，这圣花疯了吗？竟然用虎狼之药强行提升弟子修为！师尊，快救救师妹，那是法则之力，必是他顶不住的。既然元始不讲规矩，本座也不必。哎呀，师尊莫慌啊！还莫慌？你师妹要没了！我送给他那套盔甲，他虽然是个残次品，但扛几下这准圣的攻击，那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哼，大罗金仙在准圣面前不过是待宰的羔羊。通天，这一局我赢了。张教师尊神机妙算，这碧霄一死，这截教气势必崩啊！哼，这就是得罪我们阐教的下。这怎么可能？哎，吓死我了！师兄给的铠甲果然管用。就这，没吃饭吗？用点力呀！你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了你！老杂毛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？赶紧使出来！姑奶奶，我要皱一下眉头，我就不叫碧霄。哎，张教师尊，这盔甲有些古怪啊！有何古怪？这战甲品阶不过后天，按理说绝无可能挡下准圣一击。若贫道没看错的话，这战甲通体用先天离火精金铸造，外层却附以9天息壤。太乙师之主导火法，非但未能破防，反而被那息壤给吸收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不仅如此，那铠甲的符文排列，
竟然完美的针对了太乙失职的弱点。若是人为的话，那此人肯定有颇深的心机。算尽天机，就连本座也无法在瞬息之间推演得如此极致。这分明就是通天为了保徒弟一命，把解救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。我倒要看看他能维持多久。好，很好，你躲得了一次，我看你如何躲得了这第二次。以我元神为基，因九幽魔火，九龙焚天灭世诀。完了，这火看起来好凶啊！大师兄的铠甲能顶住吗？哎，对了，大师兄交代过。大师兄，师妹，这个葫芦给你。以后要是遇到了有人拿火烧你，不管是什么火，哪怕是太上师伯的八卦炉倒了，你就拔开塞子，用水把它浇灭了。拿葫芦把火浇灭。看水！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好冷啊！师尊，救我啊！大师兄果然撑不起我，我还以为这葫芦是拿来浇花的呢，没想到，哇，这灭火这么管用！这到底是什么水？我的元神魔火呀！这难道是深海玄冥注水？师兄，这水就这么厉害吗？此水并非什么天神之物，甚至在北海深渊也不算罕见。但是它有一个很邪门的特性啊，至阴至寒，且专克灵魂之火。太乙失职的元神魔火刚好被其克制，刚好那丫头又装了一葫芦，刚好，哪来那么多巧合？徒儿，你老实跟为师说，你是怎么猜到太乙内司会用这招偏门禁术的呢？而且还刚好给碧霄准备了克制之物。你莫非真的修成了什么未卜先知的大神通？师尊，你想多了，弟子哪有那个本事啊？那你怎么解释葫芦里那些玄冥头水啊？其实弟子并没有猜到他会用什么火，弟子只是想，万一他用三昧真火，或者是九天玄火，又或者是玄冥重火、太阴真火和红莲业火。所以弟子为了以防万一，弟子就把所有的火的对应的克制物都放到那个葫芦里了。比如克制三昧真火的观音净瓶水，克制红莲业火的八宝功德池水，克制太阳真火的太阴真水，又或者是克制元神魔火的玄冥重水。这么说，那葫芦里装了洪荒几乎所有种类的神水。没错，弟子从来不讲究什么概率学，不管用的哪一种火，都会有一种水可以浇灭。哎呀，徒儿，师尊有何吩咐啊？为师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。师尊过奖。我宣布，第一场单挑获胜者截教碧霄。碧霄万岁！碧霄威武！碧霄万岁！碧霄威武！我没说。周元，你作弊！我今儿必须杀了你，哪怕今天我魂飞魄散，我也要与你同归于尽！太爷，住手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对，老子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哎，我就知道会有人输不起。
师侄。哎呀，师兄啊，师兄，不是做师弟的说你啊，这教徒弟嘛，修为高低还在其次，但是你这个品行实在不堪。输不起还玩自爆，实在是太丢份了。通天，你欺人太甚！掌教息怒，您保重龙体呀！保重个屁呀！广成子，弟子在。带上梵天印和落魂钟，就是把金鳌岛给我砸沉了，你也得给我赢一场回来。弟子领命。此战必胜。周云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师妹已经替你打过一场了，这次你还想躲在女人身后吗？堂堂截教首徒，难道只配让女人给你出头吗？师弟啊，你看他又气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他心虚呀！大师兄高明啊！周元，你要是男人就出来受死！师兄，让我来对付。广成子师兄，你可是我师兄的手下败将，有什么资格骂我师兄？住口！那都是意外，那是周元使诈，不然我梵天印一出，立刻就把他碾成齑粉。我乃是堂堂的大罗金仙巅峰，而周元只是蝼蚁一般的金仙。修为高低不代表资格，你心术不正，戾气太重，不配与我师兄比试。这一场，我来陪你玩玩。好，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，先杀了你，再杀周元。看我梵天印！放肆！什么？又来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？好，你挡得住梵天印，我看你怎么挡落魂钟！死吧！师兄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大声点儿，我听不见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你又看出什么了？掌教，看这个圆盘，不欺人，其实它里面藏含着极高的重力法则呀！梵天印乃不周山残魂所化，重达1万钧，最擅长的便是以力破巧。可那圆盘释放出的斥力场，竟然能完美中和梵天印的重力，甚至将其反弹。那耳塞呢？难道也是先天灵宝？那耳塞看起来普通，但其材质似乎是采集了混沌天外魔音石炼制而成。落魂钟专伤元神，无孔不入，但这魔音石能阻止一切的神魂攻击呀！巧合？去他娘的巧合！这分明就是针对！我不服！我不服！元宵，周元，是你们逼我的！以我千年修为，玉清神雷呀！真的假的？是玉清神雷啊！真的是玉清神雷！玉清神雷！不好，这是玉清神雷呀！广成子真是疯了，竟然燃烧本源，强行推动准上层次的技术。微笑虽然法宝护身，但这神雷蕴含着天道意志，准破万法，他挡不住的。哎呀，
师尊莫慌啊！还莫慌？你师妹就要被雷劈了！师尊，您仔细看，这雷，它是冲着云霄去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这一招，弟子也防着呢。阐教必败，这也是你提前准备的？是啊，广成子师弟毕竟是阐教的首徒，自然有些压箱底的绝活在身上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在擂台的周围布满了避雷针。其实本来想给岛上的路灯充电，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。这。不，这是我的玉清仙法，怎么会？啊！不，这是我的玉清仙法，怎么会？云霄世界为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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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宣布，第2场单挑获胜者截教云霄。太厉害了，姐真棒！阐教首徒就这，连我奶奶家养的鸡都比他抗造。哎呀，师兄啊，承让啊！哎，你们阐教平日不是号称什么顺天应人、根脚深厚，还有什么精英教育吗？怎么今日一见还不如我们截教海纳百川、有教无类呢？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注水经营。通天，你张教冷静，此事不可乱了分寸呐！那周元邪门，咱不能再跟着他的节奏走啊！冷静！你叫本座如何冷静？难道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？张教啊，既然一时咱们不能以武力获胜，那攻心，攻心。通天最大的弱点就是太护短了，太在乎那个周元了。只要咱们抓住这一点，狠狠地羞辱周元，逼通天失去理智，让他主动出手。到那时，通天一被困，他们就是瓮中之鳖。好，就依你。通天，你虽教徒无方，但好歹身上还有几分圣人的傲骨。但是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学会了躲在徒弟背后当缩头乌龟。元朝老二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看看你那个大徒弟，从头到尾除了耍些阴谋诡计之外，可曾正正经经比上一场啊？什么截教首徒啊？我看就是个废物。像这种废物，在我们阐教早就被清理门户了。元朝老二，你就敢羞辱我徒儿？羞辱？本座说的可是事实。通天，你但凡还有半点圣人的尊严，就不应该让你那个废物徒弟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好，元池，你欺人太甚。既然你想打，本座今日就陪你打，让你看看什么是圣人之怒。坏了，这老阴逼要是把师尊骗出去围殴，一旦师父离开万仙阵，元石肯定会立刻召唤西方二圣和太上老君，来个4圣破诛仙，到时候就真的完了。师尊，您不能去啊，他们这是激将法。陷阱又如何？本座诛仙在手，怕他个鸟！你撒手！不撒！师尊，你要是去了，那就是肉包子打，哎呀，就是中了他们的奸计啊！那你说怎么办？为师咽不下这口气。
元始师伯骂我是废物，我认了。毕竟弟子法力低微，给师尊丢脸了。但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骂师尊是眼瞎呀。这口气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说怎么办？师尊，您就在镇上看着就好，剩下的事交给弟子啊。元始师伯，您骂我是废物，我认了。但是您说我不配做截教的首徒，这我不认。您引以为傲的阐教首徒广成子，现在还在坑里躺着呢，连他都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你们阐教上上下下，还有谁是我的对手啊？牙尖嘴利，本座除了广成子，我们阐教还有燃灯，还有南极。你快算了吧，别拿那些老弱病残过来送死。元始师伯，既然您这么看不起我，又那么想灭我们截教，不如您亲自下来陪师侄过上几招啊。大师兄说他要调成圣人，大师兄疯了吗？这可是圣人啊，吹口气就能灭世的圣人！无知小儿，狂妄之徒！区区金仙，你竟敢挑战圣人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不知死活，亵渎圣人，当诛九族！胡闹！简直胡闹！徒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那是圣人，万劫不灭，因果不沾。他若出手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神通，只需要一个念头，便能将你神魂俱灭，真灵消散，连上封神榜的机会都没有。师尊，您信我吗？我当然信你啊！可是，师尊，您要是信我，就在这儿好好看着。师尊，弟子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您忘了，我可是那种以防万一，在家中能买几亿地雷的人呐。你只有此把握？地上。好，既然你有此豪情，那为师也陪你疯一把。你若有事，为师拼着重炼地水火风，也要将整个阐教给你陪葬。好，很好。自从紫霄宫听到以来，还从未有人敢如此跟本座这么说话。周元，既然你想死，本座就成全你。今日不仅要杀你，还要将你的神魂抽出，镇压在九幽之下，是万世业火焚烧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周元，你能死在圣人手里，这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。哈哈哈！下辈子投胎，记得擦亮你的眼睛。哦，对，你没有下辈子了。哈哈哈哈！蝼蚁，本座给你个机会出手，免得说本座以大欺小。本座让你先动手，你为何不动手？怎么怕了？若是怕了，那就跪下来磕头，本座可以给你个痛快。师伯，您误会了。弟子不是怕，而是觉得这样打没什么意思。没意思？是啊，师伯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圣人，而我呢，还只是一个还未成道的小小金仙。若是真的动起手来，您随便出口气我就没了，这有什么看头啊？你想如何？要不，咱们换个比法，它既公平，还能体现出师伯您的宽宏无量啊！哎呀，少废话，说吧。比什么？论道、炼丹还是布阵？咱们比扳手腕。啊！哈哈哈哈！扳手腕，这小子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圣人法体，万劫不磨，力能扛天。他就是一个金仙，竟然跟圣人比力气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扳手腕。哈哈哈哈哈！
好，好，好！本座纵横洪荒无数元会，还从未听过如此要求。好，既然你想死得更有创意，那本座就答应你。大师兄是不是疯了？他去跟一个圣人比力气，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师尊，你快让大师兄下来吧，这根本没法比。大师兄平时连个瓶盖都拧不开，怎么可能比得过元始天尊啊？师尊，你快说话呀！大师兄要是死了，以后谁给我们炼法宝啊？若是比掰手腕的话，也许他有赢的一面。啊？师尊，您是在开玩笑吗？大师兄他只是金仙啊！哎呀，有些事儿你们还不知道，这小子天生神力。师尊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修炼多没意思啊！不如咱们玩个游戏吧。玩什么呀？扳手腕。徒儿，你飘了啊！为师一根手指头都能把你按到地里去，你信不信？试试呗。你准备好了啊？为师要用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怪力？难不成是盘古大神附身？承让了，师尊。该死，那次输给这小子的事情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太丢脸了。堂堂圣人掰手腕输给徒弟。总之，这小子是有点邪门，他既然敢提，那就有胜的把握。咱们接着看看。师伯，请。本座让你9成力。哎呀，别呀，师伯，您务必全力以赴，免得等会儿输了找借口。周元，本座原本以为你只是狂妄，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个疯子。本座倒要看看，等我把你捏成粉末的时候，你的嘴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硬？周元，莫不是得了失心疯了？跟圣人比力气，还敢大言不惭？师尊，捏碎他，捏碎他所有的骨头，让他知道得罪师尊的后果。我看他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所以才想用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死得体面一点，真是可悲呀！什么截教首徒？依我看，就是个跳梁小丑。大家猜猜，他能坚持几时？我看一息都悬。大姐，怎么办呀？大师兄真的要去跟那个老怪物比力气吗？那可是圣人啊！大师兄虽然行事出人意料，但是从未鲁莽过。这一次，我也看不透了。大师兄，你一定要赢啊！你要是输了，我就去把元始天尊的胡子拔光！大师兄啊，大师兄，你这玩的也太大了，真不要命了！师伯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喊1、2、3，咱们就开始。随你。1、2、3，开始！什么？
金仙吗？这股力量怎么比祖屋还要恐怖？再加上成力道尸神。师伯，您没吃饭吗？用力啊！狂妄！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尊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还不杀了周元啊？难道师尊是在戏耍他？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掌教至尊这是在考验周元的根基。掌教何等身份啊？是不是？掌教这是在用圣人之力帮周元淬炼肉身。这个是师尊。原来如此，师尊真是慈悲为怀。周元这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呢？这小子到底是个什么鬼？本座已经用了9成力了，居然还压不下去。这要是输了，本座来点王的耳科。哎，师尊要动杀心了！哎，师伯，您是不是用力过猛，走火入魔？要不要停下来歇会儿？闭嘴！给本座趴下！不可能啊！本座乃是圣人，天等之下皆蝼蚁，给我趴下！师伯，既然您这么想赢，那师侄我就不客气了。元始老儿，你虽然是圣人，但跟我比力气你还嫩了点。我修成了盘古力之法则，单论肉身力量，可是与盘古大神相当。再厉害，能有盘古厉害？给我趴下！大师兄赢了！大师兄赢了！真的赢了圣人！大师兄牛逼！大师兄威武！大师兄太棒了！大师兄威武！大师兄太棒了，好厉害！大师兄，看清楚了吗？这是我截教的首席弟子，连圣人都不是对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第3场获胜者，截教周元。大师兄，大师兄威武！大师兄威武！怎么会这样呢？师尊怎么会输呢？这怎么像做梦一样？疼！这不是幻觉，这不是幻觉！师尊竟然输给了个金仙！不，这不可能！这怎么不科学？我输了，我堂堂圣人居然输给一个金仙！哎呀，师伯，刚才手滑了一下，没掌握好力度，您没事吧？你作弊！师伯，我的好师伯，您说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刚才广成子师弟输了，说我作弊啊；太乙师弟输了，也说我作弊。现在您输了，还是说我作弊？难道这就是你们阐教的传统？你放肆！师伯，您说这话就没意思了。输了就赖账，这可没有圣人的风范啊！闭嘴！本座没有输，本座刚才只是大意了，不算。出来！师尊，您看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元始老儿，你也有今日啊！输了就输了呗，还要赖吗？嗨，你要想重来也行啊，先叫我一声通天师兄来听听。周元，你们今天都得死！元始老二，你敢动手试试？啊！元始老二，莫非你想尝尝我这诛仙剑阵的滋味吗？
兄莫非是忘了，这里是金鳌岛，是我截教的主场。你现在身处万仙阵中，头顶诛仙剑阵。该死的气魂头啊！老子虽然是圣人，但孤身一人陷入诛仙剑阵和万仙阵的双重包围，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呀！还不吃眼前灰？今日若真动手，我必吃大亏。通天，你这是在威胁本座？威胁？不，本座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今日3场比赛，你们3战3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如今当着洪荒众生之面，你是不是该兑现你刚才的承诺呢？你是不是该承认阐教技不如人呢？你怎么？难道你要食言而肥吗？好，通天，算你狠！今日比试，我阐教输了，输了就完了吗？还有呢？谁才是天下第一大教？截教，万仙来朝，仙气正浓，实乃天下第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痛快，真是痛快啊！大家都听到了吗？元始天尊亲口承认天下第一大教截教！截教万岁！师尊威武！大师兄威武！大师兄天下第一！大师兄天下第一！截教万岁！燃灯，带上这群废物，我们走。是。哎，师伯，您别着急着走啊！刚才那个赌注还没给我呢。广成子师弟的那个翻天印是不是得给我留下呀？师尊，走。奇耻大辱！本座堂堂圣人，竟然在一个金仙面前被迫低头，此仇不报，我元始誓不为人。那周元邪门的很，而且通天如今有了防备，恐怕硬碰硬不行啊。硬碰硬不行，那我们就来阴他。通天不是号称万仙来朝吗？那本座就把他变成孤家寡人。师尊有何妙计啊？此乃万灵血咒怨蛊，乃是本座采集上古凶兽精血炼制。本座要以此物为引，布下灭世绝仙大阵。此阵只要在岛外发动，便可运用因果线，直接咒杀截教大罗金仙以下的弟子。这可是数十万生灵啊！如此杀孽，天道不容啊！天道！本座顺应天命封神，本座就是天道。掌教英明，那我们何时动手啊？就在今晚。他竟然……师尊，这就是你一直敬重的师兄，他根本没走，就躲在外面，还想用绝户计咒杀我截教数十万的无辜弟子。师尊，元始天尊欺人太甚，若不是大师兄早有预料，在他身上放了窃听符，今晚我们截教恐怕要遭受灭顶之灾啊！幸亏这张大道级窃听符是用混沌神石磨成粉化的，连天道都能屏蔽，否则还真瞒不了元始师伯了。元始老儿，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你想灭我截教，行，那本座就先灭了你阐教。徒儿，你说的对，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从现在开始，金鳌岛上上下下全都由你来调遣。这一次，我们要将阐教斩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弟子领命。
师尊，既然元始师伯想玩阴的，那咱们就陪他玩个更大的。首先，我们要示敌以弱。多宝师弟，传令下去，撤销掉从第1000层到第5000层的防御阵法，然后制造出咱们因为庆祝胜利醉生梦死的假象。大师兄，这是不是太过冒险了？万一他们直接……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！只有让他们觉得咱们有机可乘，他们才会毫无顾忌地冲进来。然后在这里布下诛仙剑阵。徒儿，诛仙剑阵虽强，但是4圣皆可破呀。元始老儿他既然敢来，肯定会拉上太上和西方2圣。若4圣齐聚，这诛仙阵恐怕也困不到他们太久啊。师尊，如果我们将元始天尊困住呢？哪怕3圣在外面帮忙也无济于事。师尊，哪怕你以1敌2，也能将他们拖住。多宝师弟，你带领万仙阵，专门负责拖住那些跟进来的阐教弟子。大师兄放心，只要没了圣人庇佑，阐教金仙，我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今天是真高兴。哎，阐教那帮孙子被咱们收拾的屁滚尿流。就是，还说什么圣人门徒？我看呀，那不过就是一群软脚虾。张教，你看，他们真的在庆祝啊！就连外围大营都撤了一半，如今一点防备都没有，简直是天助我也啊！一群不知死活的蠢货，死到临头还在醉生梦死。太上师兄和西方2圣已经答应出手，今晚就是截教的末日。3位道友有劳了。师弟本是同根生，相见何太急呀！大雄不必多言，通天纵容门下欺辱我阐教，更是在倒下摆下恶阵，阻止封神大宴。今日我若不给他点教训，天道何存？善哉善哉，元始道友所言极是。我等此次前来，乃是顺应天道，也是为了度化截教那些迷途的灵魂。只是那诛仙剑阵，放心，如今我们4位齐至，破阵易如反掌。更何况通天那厮正在岛内大摆清空宴，防备松懈之际，我们只需长驱直入，毁了他的阵眼，截教便不攻自破。如此松懈，这好像不是通天的作风啊！大雄多虑了。通天那小子得了点小胜，便得意忘形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善。通天，拿命来！冲啊！杀进金鳌岛，活捉周远！果然是一群乌合之众，看来这金鳌岛注定与我们西方有缘。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再进来一点。徒儿，差不多了吧？再让他们冲，就到比武宫了。就是现在，诛仙剑阵起！
天剑阵怎么可能发动的如此之快？不好，中计了！大兄，接引，遵题。元始，你不是想破阵吗？本座在诛仙阵门口等你。周天，你疯了吗？你真想杀了我？杀了你，太便宜你了。你不是要灭我截教吗？你不是要杀我徒儿吗？来呀，动手啊！哎！接引和准提那两个废物在哪儿？怎么还不来支援？支援？他们都自身难保了。别傻老二，现在没人能救得了你了。师兄弟们，大师兄说了，关门打狗，给我往死里打！风姐，撤火！燃灯，来都来了，别着急走啊！我还给你准备了份大礼呢。我的法力呢？我的法力呢？我的法力呢？小的们，给我上麻袋！进了我的地盘，是龙，你给我盘好；是虎，你给我卧好。兄弟们，给我打！通天，你敢伤我圣劫，你真是逆天而行，老师不会放过你的。逆天？哼！元始老二，当你决定用绝户阵咒杀我徒弟的时候，你已经不配谈天道了。今日本座替天行道，削你顶上三花，逼你胸中武器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！我是你师兄，我乃阐教教主，我是盘古正宗。诛仙阵图，发！通天，我要杀了你！上力气吧，元始老二，在这诛仙阵中，你喊破喉咙也无济于事。我的好二师兄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阐教授徒，我有翻天印。翻天印？你是说用来砸核桃的那个破印子呀？我已经没收了。师兄师弟们，我们截教待人之道，可还算满意呀？周远，你这是在玩火！掌教之尊不会放过你的，太上圣人和西方二圣，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是说元始师伯呀？他这会儿啊，估计是在诛仙阵在做深刻的检讨呢。至于另外3位嘛，日子过得应该不算好吧？
此次谅解因果已定。元始，你身为阐教教主，却心胸狭隘，纵容门下，真知妄图逆天行事，酿成大祸。如今阐教气数已尽，门下12金仙及3代弟子，除极个别外，其余皆上封神榜，充天庭正神之位。弟子领罪。你2人虽为西方圣人，却贪念太重，插手东方之事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罚你2人闭关万年，不得踏入东方半步。谢老师开恩。通天，你教导有方，截教万仙一心，此战大获全胜。从今往后，截教当为洪荒第1大教，享天地气运。多谢老师。还有周元这个小子，有点意思。截教万岁！师圣万岁！大师兄万岁！哈哈哈哈哈！徒弟啊，今儿个多亏了你呀！若非你那些奇思妙想，为师我怕真的要栽跟头了。师尊过奖了，这儿呢都是运气，都是运气啊！你就不要过谦了。如今阐教已废，西方闭关，我截教不尊洪荒，为师决定了。师尊，您决定什么了？为师决定，截教教主之位传给你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截教第2任教主。大师兄当教主了，太好了！大师兄万岁！拜见周元教主。拜见周元教主！别！师尊，这万万使不得啊！为何使不得？你威望最高，功劳最大，你不当谁当啊？师尊呐，你想啊，教主位置太高调了。俗话说，枪打出头鸟，高处不胜寒啊。我要是当上了这个教主，我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因果，还要担心被其他的圣人算计，更要时刻担心这会不会天道看我不顺眼啊？这太危险了，这不符合我的稳健之道啊！你都准圣了，还怕个鸟啊？准圣怎么了？那准圣上面还有圣人，圣人上面还有红军，红军上面还有大道呢。哎呀，总之这太过于危险了。这教主的位置，您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哎，或者你给多宝师弟也行啊。哎，大师兄，我可不敢。你这混账小子！行，你现在不想当，为师也不逼你。师尊英明。不过嘛，为师啊，最近感悟颇多呀，打算再过1万年，为师就去那混沌深处云游天下，寻找大道真谛。到时候这碧游宫肯定空了。再过1万年，这教主不当也得当，没得商量。又是1万年啊！愣着干嘛呢？开工啊！老大，截教都天下第1了，我们还开什么工啊？赢了就安全了吗？那是错觉。这1万年后，我就要被迫当教主了。这可是一个高危职业啊！为了活命，为了截教，赶紧给我加练。这一次的任务是反大道级防御系统，谁敢给我停手，今晚就吃雷公烧烤，
和电木刺身。不要，老大，我们干活。嗯。